我叫沈星河，北漂第5年，租住在房东老赵家隔壁。老赵父子待我像亲人，逢年过节喊我吃饭。生病了，赵一鸣开车送我去医院。有次加班到凌晨2点，赵一鸣在楼下等了3小时接我回家，什么都没说。毒物末日爆发那天，前男友陈浩找上门求收留，我心软，开了门。3天后深夜，陈浩拉开通风口阀门，放进埋伏好的人。老赵挡在我面前，刀刃没入后背。赵一鸣被4个人拖出门，扔进毒物。他看我的最后一眼，带着没说出口的话。我被陈浩拽着头发推下窗台，黑暗吞没一切。我从窒息中惊醒，手机显示2024年9月15日，距离毒物末日还有47天。我光着脚冲向老赵家，门猛地从里面拉开。老赵站在门口，眼眶通红，身后赵一鸣扶着墙，脸色惨白。3个人对视，都懂了。老赵一把将我拽进屋，反手锁死门。我删掉陈浩微信，他那边我来处理。赵一鸣盯着我看了很久，这次不会再让任何人碰。当晚，3人围坐桌前，老赵把房产证拍在桌上，赵一鸣掏出车钥匙，我亮出银行卡余额87万，没人废话，分头行动。老赵的老婆小市价180万，挂150万，3天成交。赵一鸣结清车贷8折卖掉，车商想压价，他把行驶证拍桌上。哎，要不要？车商秒怂。我负责找地方，跑遍周边60公里。第8天，在城西废弃工业区找到一个70年代人防工程，地下8米，300平米，结构完整。房主急着脱手，我全款拿下，另加20万让他当天过户签保密协议。10天后，3人站在入口清点，到账249万。我展开图纸，老赵看了3分钟。闺女，你学过工程？没有，但上辈子陈浩切了7小时都没切开那扇门，我记住了他的样子。赵一鸣撸起袖子，那就照这个。建一扇更厚的。改造第12天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陈浩，我没接。微信消息弹出，星河，好久不见，最近遇到点事，方便聊聊吗？赵一鸣扔下焊枪走过来，眼睛里有火在烧。老赵攥紧手里的扳手，上辈子就是这时候。陈浩说被房东赶出来，身无分文。我念着3年感情开了门，然后所有人都死了。我开始打字，可以，地址发你，明天过来吧。对面秒回，太好了，星河，我就知道你心最软。我把手机转向赵一鸣，准备好录音设备。老赵点头，让他出声，自己把尾巴露出来。赵一鸣调试好录音笔，塞进我口袋，手指碰到我手腕时顿了一下，没收回去。我在隔壁盯着，他敢动你，我打断他的腿。上辈子他说，谁让你分手？这辈子我让他知道为什么。陈浩准时出现在约定的咖啡馆，比记忆中瘦了些，眼底带着青黑，但那股让我恶心的算计劲儿一点没变。我垂着眼睛拨弄杯子，声音放软，这2年还好吗？陈浩叹气，别提了，公司黄了，房子也没了。星河，我就剩你一个能说话的人了。我攥紧杯子，指节微微发白。隔壁包间，赵一鸣的耳机里应该正在录下这一切。陈浩压低声音，不过快熬出头了。我认识几个道上的人，他们有内部消息，11月会出大事，提前囤货能发一笔。我心跳猛地加速，面上却只是困惑。什么大事？你别管。陈浩伸手过来，按住我的手腕，跟着我就行，我保证让你。他没说完，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他后领，整个人被拽起来，摔在墙上。赵一鸣右臂横压陈浩喉咙，眼睛里像淬了毒。他的手是你能碰的？陈浩被掐得翻白眼，腿在空中乱蹬。我站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录音笔，在他眼前晃了晃。道上的人，内部消息，你最好祈祷这辈子别让我再看见你。赵一鸣松手，陈浩滑倒在地咳嗽。我们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陈浩沙哑的声音：沈星河，你会后悔的。赵一鸣脚步一顿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让陈浩往后缩了缩。你不会有让他后悔的机会。物资采购第3天，我发现了尾巴，黑色面包车从建材市场跟到粮油店，换了3条路还甩不掉。我给赵一鸣发定位，7分钟后他骑摩托出现在巷口。上车。商场地下停车场换装，赵一鸣递来帽子和口罩，我套上他的工装外套，大了3个号。走货运通道。他带着我7拐8绕，从员工出口闪出去。面包车还在正门等着。晚上回到据点，老赵去对接下一批物资，剩我们2人清点货物。仓库灯光昏黄，赵一鸣蹲在地上核对数量，后背被汗浸湿。我递水过去，手指碰到他的，他没躲，但动作顿了一下。那帮人不会善罢甘休。他拧开瓶盖，以后你去哪儿我都跟着。我靠着货架坐下，寸步不离那种。他没回答，侧脸在灯下轮廓很深。半晌，他闷声说：上辈子没寸步不离，你就死了。空气安静下来，只有远处机器的嗡鸣。我没接话，但挪近了一点，肩膀挨着他的手臂。他僵了一瞬，然后没动。第3道门装好那天，赵一鸣在门框上焊了整整12个小时，最内层钢板10厘米厚，跟银行金库一个级别。老赵做过测试，电锯切2小时，纹丝不动。当年陈浩那帮人切了7小时都没进来。我摸着冰凉的钢板，他们最后是从通风口已经改了。赵一鸣摘下护目镜，脸上全是灰。3道过滤加紧急封闭阀，这次没人能从那儿进来。我递毛巾给他，
他擦脸时忽然停住。上辈子你发烧到40度那次还记得吗？我愣了下。你背我去的医院，急诊人太多，我背着你排了3个小时的队。他把毛巾搭在肩上，盯着那扇厚重的门。你一直烧得说胡话，问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，我怎么说的？他顿住，喉结动了动。老赵的声音从通道那头传来，酣枪没气了。一鸣，你来看看。赵一鸣转身走了2步，又停下，背对着我说：“你说，因为你没人了，我不管你谁管。”他走进通道，身影被灯光拉长。我站在原地，忽然想起那次烧得迷糊时抓着他袖子不放，他没抽手，就让我攥了一整晚。陈浩开始出现在我常去的地方，超市、药店、地铁站，每次都是偶遇，每次都笑着说真巧。第3次在便利店碰见时，赵一鸣站在货架后面给我发消息，别回头，正常买东西走人。他反跟踪了3天。第3天晚上，他把手机递给我和老赵。照片里，陈浩站在废弃厂房门口，和4个光头男人交接东西，纸箱上印着某品牌工具套装的 logo， 但赵一鸣说里面是砍刀和钢管。掠夺者。老赵咬着牙，这帮人上辈子杀了半条街，他们在建据点。赵一鸣滑到下一张照片，离我们这儿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。老赵沉默片刻，站起来从柜子里翻出一个纸盒，里面是6个针孔摄像头。我去不点，他家周边50米，一只苍蝇飞进去我都能看见。当晚，老赵骑着电动车出门。赵一鸣坐在监控前调试信号，屏幕上陈浩正在出租屋里打电话，表情兴奋，他在笑。我盯着屏幕，赵一鸣的声音很冷，他不会笑太久。我又约了陈浩，商场1楼咖啡厅，人来人往。我穿了条裙子，头发散下来，笑得很温柔。陈浩眼睛都亮了，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住，什么11月有大机会，什么跟着他有肉吃，什么以前是他不懂珍惜。我全程微笑点头，余光瞥见3楼护栏边赵一鸣的身影。40分钟后，我借口上厕所离开，从员工通道溜出去。赵一鸣已经在巷口等着，摩托车引擎没熄，上车。我刚坐稳，他猛地拉住我的手，怎么了？他没回头，握着车把的手轻轻抱起，看你跟他坐一起笑，我难受。引擎声轰鸣，风灌进耳朵，我的手被他攥得有点疼，但没抽，知道是演戏也难受。他的声音被风吹散，下次换个方式，别让我看着。我没说话，收紧了环在他腰间的手臂。他身体僵了一下，车速慢下来，谁都没再开口，但手始终没松。距离末日还有33天，天空开始变灰。新闻说是雾霾，专家说是气候异常，但我们知道那是什么。老赵盯着窗外抽了半包烟，提前了，改造进度必须加快。赵一鸣连续3天没合眼，装完第4道空气过滤才靠着墙睡了20分钟。我守着监控屏幕，看见陈浩的人在往据点里搬长条形包裹枪。老赵凑过来看了一眼，脸色铁青，这帮畜生弄到枪了。画面里陈浩正在清点数量，脸上是掩不住的得意。他在等，我攥紧拳头，等末日一到就动手。赵一鸣从睡梦中惊醒，揉着眼睛走过来，看清屏幕后，他沉默片刻。滤网再加2层，他转身拿起工具，门锁换成电子的，密码每天一换。窗外灰蒙蒙的天越来越暗。老赵把最后一箱罐头搬进储藏室，回头看我们，从今天起不落单，不外出，不给任何人开门。改造进入最后阶段，深夜只剩我和赵一鸣，他在检测线路，我在整理物资清单。仓库里只有工具碰撞的声音。你刚搬来那会儿，天天加班到11、2点。赵一鸣忽然开口，背对着我，第3个月，有天晚上下暴雨，你没带伞。他停下手里的活，我在楼下等了2小时，看你跑回来浑身湿透，进门前还冲我笑了一下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他借口说顺路，把唯一的伞塞给我，从那时候就喜欢你了。他转过身，眼睛很亮，上辈子想说来着，没来得及。我张了张嘴，门忽然被推开，老赵端着3碗泡面进来，看了看我们之间的距离，把碗往桌上一放，吃饭，凉了就脱了。他坐下开始呼噜呼噜吃面，眼睛盯着碗，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听见。赵一鸣耳根红透了，我低头戳泡面，嘴角压不下去。监控画面里，陈浩的人越来越多。老赵数了3遍，12个，都是青壮年。废弃厂房被他们改成了据点，角落堆着砍刀、钢管，还有3把弩。画面里，一个光头在试射，箭矢扎进纸箱，穿透力惊人。咱们没家伙。老赵掐灭烟头，真动起手来，3个打12个，送死。赵一鸣站起来，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有个以前的战友，退伍后在边境做生意。他拿起车钥匙，2天，最多2天。我跟到门口，我跟你去。不行。他顿了顿，你留下帮我爸看着监控。陈浩那边有任何动静，马上给我打电话。他走之前，把一把水果刀塞进我手里，防身用。等我回来2天后，他带回一个军绿色的大包，3把复合弩，12支箭矢，4把匕首。老赵拿起弩掂了掂，眼里闪过一丝光。这东西60米内能射穿木板。赵一鸣给我们演示上弦，以后每人随身带一把匕首，弩藏在据点入口。我握着冰凉的刀柄，手心全是汗。上辈子我们手无寸铁，这辈子不会了。我把整理好的证据打包发给了网警平台，照片、视频、厂房定位一样不少。匿名举报用的公共 WiFi。3天后，监控里出现了警车，陈浩不在据点，2个光头被带上车，剩下的人慌了，聚在一起嘀嘀咕咕，互相指着对方骂，开始内讧了。老赵看着屏幕冷笑。当晚，我的手机震了，陈浩发来消息：星河，最近有人在查我们，你那边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？我盯着屏幕，手指悬在键盘上，
赵一鸣凑过来看了一眼，试探你没有啊？出什么事了？我回复，对面秒回没事没事，就是问问。对了，你最近住哪儿？上次去你租的房子，房东说你搬走了。我把手机转向老赵，老赵眯起眼，这狗东西开始查你的底了。正好我关掉屏幕，让他查到我们想让他看见的。跟踪的人出现在第3天，矮个子，戴鸭舌帽，骑电动车，从早市跟到五金店，换了3条路都甩不掉。我假装没发现，进了城东的一处废弃仓库，那是我们提前布置好的假据点，门口堆着几箱矿泉水和方便面，里面空空荡荡。我在里面待了20分钟，赵一鸣在300米外用望远镜盯着，矮个子在门口转悠了2圈，拍了几张照片，骑车走了。当晚，监控里出现陈浩的身影，他亲自来踩点了，围着假据点转了3圈，用手机拍下大门，又趴在窗户上往里看。镜头拉近，他脸上的表情清清楚楚，嘴角上翘，眼睛发亮，志在必得，鱼上钩了。老赵把画面截图保存，赵一鸣攥紧拳头，让他得意，早晚收拾他。我看着屏幕里陈浩的笑脸，想起上辈子他把我推下窗台前的表情，一模一样。这次不会了。第2波举报材料发出去1周后，又有3人被带走。监控里，陈浩砸了一张桌子，剩下的7个人分成2波对峙，互相指责对方是内鬼，推搡变成拳脚，拳脚变成械斗。一个瘦高个被钢管砸中膝盖，倒地惨叫，另一个试图逃跑，被2个人追上，打断了腿。陈浩站在旁边看着，脸色铁青，他镇不住了。老赵端着茶杯，语气轻松。画面里，陈浩开始讲话，比划着什么。那些人渐渐安静下来，围过去听。赵一鸣调高音量，杂音中隐约听见物资干一票东边那个仓库，他要带人去抢假据点。我站起来，用这个立威。陈浩在画面里拍着胸脯保证。那些人的眼神从怀疑变成期待，让他来。赵一鸣摸了摸腰间的匕首，来了就别想走。老赵放下茶杯，看着屏幕里重新聚拢的人群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这帮畜生到时候肯定玩命。他转头看我们，准备好了吗？我点头。这次我们是猎人，距离末日还有21天，天空变成淡绿色。新闻改口说是工业污染，让市民减少外出，但我看见街上有人开始戴防毒面具，超市的口罩和矿泉水被抢空。我拖着小推车冲刺最后一波物资，医用酒精、碘伏、抗生素、止血带。药店老板看我买这么多，问是不是开诊所的，家里老人多，我面不改色。回到据点，手机震了。陈浩，星河，外面越来越不安全了，我这边有地方，要不你搬过来住，我保护你。我盯着屏幕，胃里泛起恶心。不用了，我有安排。对面沉默了几分钟，又发来，你到底住哪儿？我去找你。不方便说。消息发出去后，陈浩没再回复。晚上，监控画面里，他召集剩下的人开会，他在说那个女的有问题。赵一鸣盯着画面，还说不能再等了，这2天就动手。老赵站起来检查弩箭，让他来。窗外的绿雾越来越浓，路灯在雾里晕成一团模糊的光，末日的味道。我闻过一次了。凌晨2点，监控警报响起，陈浩带着6个人出现在假据点门口，撬棍、砍刀、手电筒，全副武装。3分钟撬开门锁，手电光扫过去，只有几箱废报纸和空矿泉水瓶。陈浩愣在原地，脸色从期待变成铁青。星号，他一脚踹翻纸箱，被耍了。剩下的人开始砸东西，窗户、货架、墙皮，能砸的全砸了。陈浩站在中间，胸口剧烈起伏。那个星号，他咬牙切齿，一定是他。20分钟后，他们骂骂咧咧的离开。我把录像存进加密硬盘，可以举报了。打砸破坏公司财物，够他们喝一壶。老赵摇头，不急。为什么？举报完顶多拘留几天，出来还是祸害。他盯着屏幕里陈浩远去的背影，这种畜生要亲手收拾。赵一鸣看了他爸一眼，没说话，但眼神里有同样的东西。我懂了，上辈子的账要当面算。距离末日还有14天，我从这个城市彻底消失。辞职信发给主管，当天通过。退租手续办完，押金不要了，银行卡注销，手机号换新，社交账号全部清空。沈星河这个人像从没存在过。陈浩的消息从星号找过来，不知道他怎么弄到的。第1天，星河，有话好好说，别这样。第3天，你把我当什么？用完就扔。第5天，我知道是你举报的，你给我等着。我把手机递给赵一鸣看，他看完没说话，把消息一条条截图保存，然后帮我拉黑了号码。最后一趟，他拎起我的行李袋，走吧。出租屋已经空了，只剩几个纸箱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我住了5年的地板上。会响吗？他问。不会。我看着窗外灰绿色的天，这儿没什么值得想的。他没接话，扛起最后一个箱子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没回头。3道门在身后依次关闭，钢铁碰撞的声音在地下回荡，像某种仪式的终结。老赵检查完密封条，拍了拍手，成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就是家了。地下堡垒被划成3个区域：储物区、生活区、监控室。我放下背包，发现自己的床被安排在最里面的角落。旁边就是赵一鸣的床，中间只隔了半米。爸，你这安排。赵一鸣脸红了，怎么了？老赵一脸无辜，那边靠着通风管道，吵，这边安静，睡得好。我低头整理东西，假装没听见。赵一鸣站在原地，耳根烧得通红。监控屏幕亮着，画面里是假据点的门口，
陈浩蹲在对面的台阶上，手里夹着烟，时不时张望几眼，还在等。老赵冷笑，等到死也等不来人了。我看着屏幕里陈浩憔悴的脸，想起上辈子他拽着我头发的样子。3道门，10厘米钢板，4道过滤，这次他永远进不来。凌晨3点17分，警报响起，不是监控警报，是我手机上设的闹钟。我从床上弹起来，赵一鸣和老赵已经站在监控屏幕前。来了，接到摄像头里，淡绿色的雾从天空倾泻而下，像瀑布一样覆盖整个城市。一个夜跑的男人被雾气笼罩，他停下脚步，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皮肤开始起泡。5秒后，泡破了，血肉模糊。他张嘴尖叫，但我们听不见声音。他倒在地上抽搐，皮肤一片片剥落，露出下面白森森的骨头。30秒，不到30秒，别看了。老赵关掉那个画面，但其他画面更惨。便利店门口堆了3具尸体，公交站台上有人抱着孩子，2个人都已经不动了。赵一鸣切换到陈浩据点的监控，厂房的窗户没关严，绿雾从缝隙渗进去，像长了眼睛一样追着人跑。惨叫声从画面里传出来，刺耳又模糊。3个人倒在地上，皮肤冒着白烟，剩下4个人砸开后门，跌跌撞撞逃进夜色里。陈浩跑在最前面，记住了。老赵指着屏幕，这就是外面。我攥紧拳头，指甲嵌进肉里。上辈子我就死在那种雾里。末日第3天，毒雾浓度达到峰值，监控画面变成一片绿色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偶尔雾气飘散，露出地面，全是尸体，横七竖八。我们关掉了大部分屏幕，只留一个监测厂房方向。陈浩他们躲进了城郊一个地下室，画面很模糊，但能看见4个人挤在角落里，脸色发灰。第3天晚上，他们打起来了。一个矮个子抱着背包不撒手，陈浩冲上去抢，推搡、拳头，然后是刀光。矮个子捂着肚子倒下，血从指缝流出来。剩下3个人愣住了，谁都没动。陈浩把背包抢过来，里面只有2瓶水和3包饼干。画面里，他瘫坐在地上，对着那点食物发呆。我关掉监控，地下堡垒里很安静，空气过滤器嗡嗡作响，那是唯一的声音。黑暗中，一只手附上来，赵一鸣的手，温热的，有点粗糙。他没说话，只是握着。我没抽回来。末日第7天，收音机突然响了，沙沙的电流声里，一个女人的声音断断续续：“有人吗？我在东城区地下车库，还有3个人，求求。”然后是漫长的沉默。老赵调了半天频道，又找到2段，一段是哭声，一段是念经。有活人。赵一鸣盯着收音机，不知道能活多久。老赵叹气。我切换监控，找到陈浩，画面里只剩3个人了，他们在废墟中翻找食物，动作迟缓。陈浩瘦的颧骨突出，眼窝深陷，跟7天前完全不是一个人。他从垃圾堆里扒出半袋过期薯片，如获至宝的塞进怀里，饿疯了。老赵冷笑。我看着屏幕里陈浩的样子，想起上辈子他西装革履来找我的模样。7天，只用了7天，人可以变成这样。末日第10天，毒雾开始沉降，监控显示街道上空的雾气变薄，高处已经能看见天空，灰蒙蒙的，但至少不是绿色了。我出去看看。赵一鸣站起来，不行。老赵一把按住他，雾在沉降，地下室有被灌进来的风险。赵一鸣指着屏幕，我得出去侦查一下，看看咱们周围情况，再等等。等到雾沉到我们这个深度就晚了。2人僵持住，我看着监控画面，高处确实在好转，但低处的雾反而更浓了。我们在地下4米，正好是临界线。1个月，我开口。2人都看向我。毒雾沉降需要时间，上辈子第一批出去的人死了大半。我指着日历，等满月，到时候地表浓度降到安全值再出去。赵一鸣想反驳，看见我的眼神，顿住了。你死过1次。他的声音低下去，你说了算。老赵拍拍儿子的肩膀，没说话。我在日历上圈出那个日期，还有20天。末日第14天，警报在半夜响起，不是监控警报，是气体检测仪，数值在跳动，微量毒素正在渗入，漏气了。老赵从床上弹起来，3个人拿着手电筒满墙找。赵一鸣最先发现通风管道和墙壁的接缝处，密封胶开裂了一条细缝，绿色的雾气像蛇一样往里钻，堵上。老赵递来密封胶和防护手套，赵一鸣戴上手套就往上呼，但雾气还在渗，他干脆用手掌压住裂缝。密封胶还没干，雾气从指缝钻进去，手套破了。我看见他手腕处的皮肤开始发红，他咬着牙没松手，直到老赵用第2层胶把整个接缝封死，检测仪数值慢慢降下来。赵一鸣靠着墙滑坐在地上，右手小臂上一道红痕，边缘起了几个小水泡。过来，我拿出医药箱上药。他坐到我床边，把手臂伸过来，灼伤不算严重，但皮肤已经红肿。我用碘伏消毒，他疼得吸了口气，却没吭声，忍着点。我低头上药，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。你上辈子学过护理没有？死过1次，什么都得学点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不会再让你死了。我的手顿了一下，没抬头。老赵在监控室重重咳了一声，药上完了没？过来帮忙检查其他管道。空白空白空白。末日第20天，陈浩杀了他最后一个同伴。监控画面里，2人为1瓶水扭打在一起，陈浩被压在下面，摸到一块石头，第1下砸在对方肩膀上，没砸晕；第2下砸在太阳穴，对方的身体软下去。第3下、第4下、第5下，陈浩从尸体下面爬出来，浑身是血。
他抓起那瓶水，咕咚咚灌下去，然后瘫坐在地上发抖。画面里他的嘴在动，像是在说什么。他在笑。赵一鸣的声音发冷。我仔细看，陈浩的嘴角确实在抽动，不知是笑还是哭。第二天，他离开了那个地下室。画面里他走进浓雾中，身影很快被绿色吞没。死了？老赵问。不一定。我盯着他消失的方向，这种人命硬。赵一鸣切换了几个摄像头，没找到他的踪影。雾里能活多久？看运气。我关掉屏幕。上辈子有人在雾里走了3天才死。老赵点上烟，那就祈祷他运气差一点。我没接话。陈浩不会轻易死。我知道的。末日满月，赵一鸣第一次出门，全套防护服、防毒面具、护目镜，背上弩箭，腰间别着匕首。老赵帮他检查了3遍密封条才放人。2小时内回来。知道了。3道门依次打开又关上。我盯着监控，看他的身影出现在街道上。城市已经面目全非，建筑物外墙被腐蚀得坑坑洼洼，路面裂开大口子，车辆东倒西歪，到处都是白骨，被雾气包得干干净净。赵一鸣走得很慢，边走边看。他爬上一栋5层楼的天台，用望远镜四处扫视。远处的高层建筑有几扇窗户挂着布条，随风飘动，有活人。他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，多少？不确定，至少3个点有活动痕迹。2小时后，他带回一张手绘地图，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。他指着几个标记，都有人。高层多，地下室少，估计低处的没扛住沉降。老赵看着地图，皱眉，人多了，麻烦就多了。我盯着地图上某个方向，陈浩消失的方向，什么标记都没有。第2次外出侦查，出事了。对讲机里突然传来打斗声，一鸣。老赵抓起对讲机，有人，3个，持刀。赵一鸣的声音断断续续。监控画面里，他正在一条巷子里跟3个人对峙，对方穿着破烂的防护服，手里攥着生锈的砍刀。把东西放下，为首的人吼道。赵一鸣没说话，慢慢举起弩，对方冲过来，弩箭射出去，正中一人大腿。惨叫声中，赵一鸣转身就跑。他跑得够快，但路线是直的，直冲着堡垒方向，绕路。我对着对讲机喊，太晚了。他已经跑进那条街，剩下2人站在巷口，盯着他消失的方向。15分钟后，赵一鸣回来了。对不起。他摘下面具，脸色难看，暴露了大概方向。老赵沉默了很久。从今天起，加强监控。他看着屏幕上那2个还在张望的身影，他们会找过来的。我握紧匕首。麻烦来了。老赵摊开地图，在堡垒入口周围画了3个圈。第1道警报线，第2道陷阱带，第3道伪装区。3天时间，3个人分工行动。我负责伪装，把入口周围的废墟重新堆放，让那扇门看起来像一堵坍塌的墙。捡来破布、碎玻璃、生锈铁皮，越破烂越好。赵一鸣负责机关，他在30米外埋了6个半线装置，碰到就会触发空罐头串成的响铃。关键路口还挖了2个浅坑，底下插着削尖的木棍，不致命，但够他们疼一阵。他拍掉手上的土。老赵带着望远镜把周围500米走了3遍，找出所有监控盲区，又在那些位置藏了几个反光镜。有人来，镜子会闪。第3天傍晚，布防完成。我站在入口外面回头看，什么都看不出来，就是一片普通的废墟，和这座死城的其他角落没有任何区别。进去吧。老赵招呼我们。3道门在身后关闭。监控屏幕上，那2个抢劫者还在附近游荡，但始终没找对方向。等他们，老赵靠在椅子上，让他们来试试。第5次外出，赵一鸣带回一个消息，陈浩还活着。我的手顿住了。监控画面切换到城东废弃的公交站，一辆锈迹斑斑的公交车歪在路边，车窗全碎了，用破布和塑料袋糊着。赵一鸣放大画面，车厢角落里蜷缩着一个人，瘦的皮包骨头，皮肤上布满红色和黑色的斑块，有些地方已经溃烂流脓，头发一缕一缕粘在头皮上，眼窝深陷，像个骷髅。他手里抓着什么东西往嘴里塞，老鼠。赵一鸣的声音很平，生的。我盯着屏幕里那个人，几乎认不出来。上辈子的陈浩，西装革履，谈吐优雅，笑起来让人如沐春风。他拽着我头发把我拖进那个房间时，还在说都是为了大家好。现在他躲在公交车里吃老鼠，我去杀了他。赵一鸣站起来，拿起弩，等等。他回头看我，我盯着屏幕里陈浩的脸，慢慢笑了。我要亲自去，太危险了。老赵反对，他现在连站都站不稳，能有什么危险？我穿上防护服，我要让他知道是谁毁了他。赵一鸣把弩背上，我陪你去。不用，没得商量。老赵看看我，又看看儿子，叹了口气。1小时内回来。出门前，我把那个录音笔揣进口袋。陈浩带人砸假据点那晚的录像，我转成了音频，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。城东很安静，毒雾已经沉降到地表以下，空气里只剩淡淡的腥味。公交车就在前面。赵一鸣示意我停下，自己先绕到车后查看，确认安全后，他才冲我点头。我走上前，一脚踹开那块破布。陈浩蜷在角落里，听见动静猛地抬头，他的眼睛浑浊发黄，布满血丝。看见我的瞬间，先是茫然，然后是难以置信。沈星河。我摘下防护面具，让他看清我的脸。好久不见，陈队长。陈浩的脸扭曲了。是你。他从地上爬起来，声音像破锣一样嘶哑。是你害我的。他扑过来，双手掐向我的脖子，动作很慢，慢得可笑。上辈子那个干净利落拽着我头发的男人，现在连站都站不稳。弩箭破空，陈浩惨叫一声，摔倒在地，箭矢贯穿了他的大腿，
血从伤口涌出来，在地上蔓延。赵一鸣收起弩，站到我身边，别碰他。我蹲下来，和陈浩平视。他躺在地上，满脸是血和脓水，眼里全是恨。你这个星号，我早该杀了你。我拿出录音笔，按下播放键，他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那个星号一定是他举报的，我们今晚就动手，把物资全抢过来。陈浩愣住了，录音继续播放。砸东西的声音，骂骂咧咧的脏话，一字不落。你的厂房，你的物资，你的队伍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都是我毁的。他瞪大眼睛，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。这是利息。我站起来，上辈子的账还没算完，转身离开。身后传来野兽般的嘶吼，很快变成呜咽。我没回头。陈浩在地上爬，大腿的伤让他站不起来，只能用手肘撑着往前挪，在地上拖出一道血痕。沈星河，求你！他抓住我的裤脚，带我走。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当牛做马都行。我低头看他。这只手上辈子抓着我的头发，把我拖进那个房间。这张嘴上辈子笑着说都是为了大家好，求你了。他哭了，眼泪混着脸上的脓水往下淌。我不想死在这里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蹲下来，掰开他的手指。上辈子我也求过你。我的声音很平静。你怎么回答的？他愣住了。你说别浪费时间。我站起来，拍掉手上的灰。现在我也这么回答你。赵一鸣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沈星河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身后传来嘶吼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没回头。3道门在身后关闭。回城的路上，赵一鸣走在我旁边，沉默了很久。会后悔吗？他突然问。我看着前方灰蒙蒙的天空，不会。他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收音机里传来新的声音，这里是重建联盟，据点位于城东体育馆，我们有食物，有水，有药品，所有幸存者欢迎加入。重复一遍，这里是重建联盟，信号很清晰，每隔2小时播放一次。有组织了。老赵皱眉，这才末日多久？动作够快的，近100人的话，确实需要组织。赵一鸣盯着地图上体育馆的位置，我觉得应该去接触一下，摸摸情况。不行。老赵摇头，人多的地方是非多，咱们3个人守着这堡垒，物资够吃1年，没必要掺和。情报很重要，赵一鸣坚持。他们有多少人，什么装备，什么规矩，我们都需要知道。万一哪天他们找过来，我们连对手是谁都不清楚。2人又吵起来。我听了一会儿，开口。一鸣说的对。老赵看向我，知己知彼。我指着收音机，这种有组织的势力，要么成为盟友，要么成为威胁，总得先搞清楚是哪种。老赵沉默了很久，叹了口气，去可以，但只能侦查，不能暴露堡垒位置。赵一鸣换上破烂的衣服，把防护服藏在废墟里，只身前往体育馆。4小时后，他回来了，近100人，没夸张。他在地图上画圈，体育馆分3个区：住宿区、物资区、公共区，有巡逻队，3班倒，装备一般，但人多。管理呢？老赵问。很严。赵一鸣的表情有些微妙，分工明确，有人种菜，有人巡逻，有人做饭，但物资管控特别紧。新人想加入，得交1半物资当入会费，1半。我皱眉，那不就是抢劫？他们说是共享。赵一鸣冷笑，但我看了，交上去的东西都进了仓库，普通人根本碰不到。每天按人头发定量口粮，饿不死，也吃不饱。老赵点上烟，果然，人多的地方是非多。还有一件事，赵一鸣看向我，我看见几个女人，状态不太对，眼神躲闪，走路缩着肩膀，像是……他没说完，但我懂了。末日之后，有些东西比毒物更可怕。继续观察，我说，但小心点。第2次侦查出事了，赵一鸣被巡逻队堵在死胡同里，他翻墙逃跑，动作太利落，反而引起了注意。3个巡逻队员追上来，他空手放倒2个，第3个吹响了哨子，10几个人围过来，他只能束手就擒。对讲机里传来他的声音，压得很低，别担心，没暴露位置，然后就断了。8小时后，他回来了，见到他们首领了，他坐下来喝水，姓周，前军人，30多岁。很精明，怎么放你回来的？老赵警惕地问。他看中我了。赵一鸣放下水杯，说联盟需要我这样的人才，想招揽我，条件呢？带路。赵一鸣看向我，他知道城里还有没被发现的物资点，想让我带人去搜刮，作为交换，给我核心成员身份，待遇翻倍。你怎么说的？说我考虑考虑。赵一鸣的眼神沉下来，这人不简单，野心很大。他问了很多问题，试探我是不是一个人。老赵掐灭烟头，麻烦了。我盯着地图上体育馆的位置，又一个变数。赵一鸣在联盟待了3天。他表面答应帮周首领带路，实际暗中摸清了联盟的底细，物资储备大概够3个月，武器以冷兵器为主，有2把猎枪，但子弹不多。核心成员12人，普通成员80多人，等级分明。第3天晚上，他借口回去收拾东西离开了。周这个人有本事，但控制欲太强。赵一鸣在地图上标注信息，他把物资捏得死死的，谁听话谁吃饱，不听话就饿着。老赵点上烟，标准的军阀做派，但联盟有一样东西我们需要。赵一鸣指着地图，情报网络，他们派人把城区摸了个遍，哪里有幸存者，哪里毒物浓，哪里能找到物资，都有记录。我盯着地图，思考了一会儿，交易。我说，用物资换情报，暴露堡垒。老赵皱眉，不用。我摇头，我们以流浪幸存者的身份接触，只说有一些物资想交换，不透露来源，不透露住处。赵一鸣点头，可行。周这人贪，有好处他不会拒绝。3人达成一致，接触但不暴露。
用物资换情报，用信息换安全。第一次交易，我亲自出面，50斤大米装在2个旧麻袋里。我穿着破烂的防护服，把脸涂脏，看起来像在外面流浪了很久。体育馆门口，巡逻队拦住我，找你们首领。我拍拍麻袋，做生意。周首领很快出现了，35、6岁，身材精壮，站姿笔挺，一看就是当过兵的。他盯着我看了几秒，目光在我脸上停留。你就是那小子的同伴？不认识什么小子。我面无表情，我只是个想活下去的人。听说你们有情报，我有粮食，想换。谈判进行了半小时。最终成交，50斤大米换成区幸存者分布图1份，毒物浓度变化规律记录1份。交接完成后，周首领突然开口：“你不简单。”我没答话。联盟核心层缺人，他笑了笑，考虑一下，待遇从优。我考虑。转身离开时，我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追着我，直到我消失在街角。这人比陈浩更难对付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老赵一拍桌子，烟灰缸都跳了起来。他已经被周盯上了，再进去就是送羊入虎口。我可以保护自己。我平静地说：“你一个人能打得过100个？”老赵急得直转圈。那姓周的什么人？当过兵的，心狠手辣，看上的东西从来没放过。赵一鸣突然开口，我也反对。我看向他，爸说的对。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拳头却攥得发白。周那种人，你去了就是肉包子打狗。我不会让你，你不会让我什么？我打断他。他愣住了。这是我的决定。我站起来。上辈子我躲在人群里，以为安全，结果被人卖了。这辈子我不躲了，要主动出击。可是我只获取情报，不暴露底牌。我看着他们父子俩，堡垒位置、物资储量，你们2个，我一个字都不会透露。老赵还想说什么，被赵一鸣拦住了，让他去。赵一鸣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但我每次都在外面接应。我点点头，成交。第2次进入联盟，我发现了新情况。体育馆里有2个中心，一个在主席台，那是周首领的地盘，军事派的人聚集在那里；另一个在仓库区，一个绑着围裙的胖子坐在物资堆里，像个土财主。孙胖子。接待我的人压低声音：“物资派的头，末日前是倒爷，囤了不少货，他带着物资来投奔。”周首领不得不给面子。我观察了一圈，军事派的人走路带风，腰间别着刀；物资派的人则聚在仓库附近，眼神警惕，护食的模样。2派人泾渭分明，甚至连吃饭都分开坐。孙胖子注意到我，笑眯眯地走过来：“新人带了什么好货？已经和周首领交易过了。”哎，别那么死板。他凑近我，声音压得更低：“周那人抠门，给的价肯定不高，下次有货先找我聊聊，价格好商量。”他塞给我1块糖，转身走了。我捏着那块糖，若有所思。2派较劲，都想拉拢新势力，这是机会，也是危险。孙胖子找到我时，我正准备离开。别急，他拦住我，脸上堆着笑，聊2句。他把我带到仓库角落，左右看了看，确认没人才开口：“我知道你不简单。”他压低声音：“能拿出50斤大米的人，背后肯定有货。周那人太贪，跟他合作没好处。你想怎样？”合作。孙胖子竖起3根手指，联盟3成物资存放点在我手里，周不知道具体位置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条件是以后你的货先过我这边。我不动声色，为什么信我？直觉。他嘿嘿笑了，我做了20年生意，看人很准，你这种人比周靠谱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位置先说来听听。他果然上钩，凑过来在我手心画了几个点：城北粮库、西郊药店，还有一个地下车库，里面全是罐头。我把位置记在心里，我考虑。离开时，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这人比周更危险。因为他更圆滑，但他的情报很有用。监控画面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陈浩。他瘦得脱了形，但还活着，被联盟巡逻队发现后收留，现在穿着破烂的衣服，跟在几个打手后面。他在干什么？老赵放大画面，我盯着屏幕，看见陈浩把一个挣扎的男人拖进小巷。几分钟后，他一个人走出来，手上沾着血，处理不服管的人。我的声音很平静。赵一鸣握紧了拳头，这狗东西还真是阴魂不散。老赵皱眉，他要是认出你，迟早的事。我站起来，所以要加快速度，从现在开始，每次进入联盟都是冒险。陈浩认识我的脸，他恨我入骨，一定会想办法报复。明天我再去一次。我看向赵一鸣，把孙胖子的情报核实一下。我陪你。不，你在外面接应。我拿起那件破防护服，万一出事，至少有人能把消息带回来。时间不多了。第3次进入联盟，我刚和孙胖子接上头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是他，就是他。我转身看见陈浩发疯一样冲过来，被2个打手拦住。他有物资，大量物资。他指着我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他骗了所有人，他住的地方有吃不完的粮食。周围的人都看向我。周首领从人群中走出来，目光锐利。认识他？不认识。我面不改色。疯子的话你也信？他在撒谎。陈浩嘶吼着，他叫沈星河，他毁了我。他。周首领抬手，打手捂住陈浩的嘴，带下去。他看向我，你走吧，改天再聊。我转身就走，脚步不快不慢。走出体育馆大门，我从玻璃倒影里看见2个人跟了上来，拐进小巷，赵一鸣已经等在那里跟踪。我低声说，他点头，拉着我翻墙，钻废墟，绕了7、8个弯，终于甩掉了那2条尾巴。陈浩疯了，他喘着气说，不，他很清醒。星号在墙上，他要报仇。陈浩的话起作用了。监控显示，联盟派出4支搜索队，在城西大范围排查。
他们挨家挨户搜，翻废墟，查地下室，找得很仔细。陈浩献的计，赵一鸣指着屏幕，他跟周说：“抓住你就能找到物资。”老赵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他把所有陷阱重新检查了一遍，又在入口周围多埋了几个警报装置，监控全部切换到最高灵敏度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发提醒。从现在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出去。老赵的脸色很难看，让他们搜，搜不到就会放弃，他们不会放弃。我看着屏幕里陈浩的脸，他不会。赵一鸣站到我身边，怕了没有？我摇头，只是在想该怎么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监控画面里，搜索队又近了一些，3道门紧闭，堡垒进入最高戒备。暴风雨要来了，警报响了。监控画面里，4个人影正在靠近堡垒外围的废墟，他们翻过一堵断墙，直接踩中了第1道警报线。来了！老赵从架子上取下弩箭，扔给赵一鸣一把。我出去引开他们。赵一鸣检查箭支，你们守在里面，小心。我递给他一个对讲机，他点点头，从侧面的通风口爬了出去。监控里，他的身影在废墟间穿梭，无声无息地绕到搜索对侧后方。第1箭穿透一个人的大腿，那人惨叫着倒下。第2箭射中另一个人的肩膀。剩下2人慌了，举着武器四处张望。赵一鸣故意露出身影，然后转身就跑。有人追，2个搜索队员追了上去。赵一鸣带着他们越跑越远，消失在废墟深处。好小子！老赵盯着屏幕，又点上一根烟。我握紧手里的弩箭，盯着第2道门。战斗才刚开始，陈浩来了，他带着10几个人，直接找到了堡垒入口，撞门。他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，带着疯狂的兴奋，里面有够吃1年的粮食，都是我们的。砰砰砰！第1道门在第17下撞击后垮塌了，第2道门能扛2小时。老赵举起弩箭，瞄准入口。一鸣呢？在回来的路上，我看着对讲机，外面的撞击声越来越猛。第2道门是加固过的钢板，但焊接处已经开始变形。1小时50分钟，门缝裂开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惨叫声，有埋伏啊！赵一鸣从侧翼杀了回来。我从通风口爬出去，看见他正和陈浩对峙。陈浩手里握着刀，浑身是血，眼睛通红。沈星河，他看见我，狞笑起来，出来了。我举起弩箭，他还想说什么，箭已经射出去了，正中他的右手，刀落地。别杀我！他跪下来，又是那副嘴脸，求你，我错了。赵一鸣走到他面前，弩箭对准他的喉咙，上辈子他求过你，箭出。陈浩的身体软倒在地，眼睛瞪得老大，死不瞑目。这一次，他终于闭嘴了。联盟乱了，周首领和孙胖子的矛盾彻底爆发，2派人在体育馆里火并，死伤惨重。走！老赵当机立断，趁现在没人管我们，3个人带着最重要的物资从地下通道撤离城区。走到城外的山脚下时，赵一鸣突然停下来，怎么了？我回头，他没说话，伸出手握住了我的。我愣了一下，别想太多。他看着前方的山路，跟着我走就行。我没有抽回手。半年后，山间的新据点建成了，3个人变成了7个人，都是一路上遇到的可信幸存者。我们有菜地，有水源，有足够的物资，还有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。这天傍晚，我站在山顶，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废墟城市，毒雾还在那里飘荡，但已经和我无关了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然后一双手臂从后面环住我的腰。想什么？赵一鸣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上辈子忘了吧？他收紧手臂，下巴抵在我肩膀上。这辈子我不会再放手。星浩进他怀里，看着天边最后一缕夕阳。新的世界，新的开始。